目前，地球是整个宇宙中已知唯一存在生命的地方。我们在宇宙中搜寻了将近1个世纪，从火星到金星，再到木卫二欧罗巴，别说外星人了，连细菌都没有发现。要知道，宇宙中的恒星数量比地球上的沙子还要多，很难想象地球是唯一有生命居住的星球。当然，在1个世纪的搜寻下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科学家发现了4颗比地球更大、更好、更合适咱们生存的星球，就是距离咱们都太远了，暂时过不去。第1颗行星就是 CO571501，这颗行星被认为是超级宜居行星的最佳候选者。它是一颗巨大的岩石星球，大小是地球的2倍，而且也在其恒星的宜居带内运行。这意味着其表面存在液态水，而液态水是存在生命的关键成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居住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星球上，房子该有多便宜？它围绕着一颗非常特殊的恒星运行，而我们的太阳是一颗巨型主序恒星，也叫黄矮星。这类恒星的寿命只有大约100亿年，我们的太阳已经走过了近半的生命周期，这意味着大约50亿年后，太阳将膨胀成为一颗红巨星，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吞噬地球。而这颗行星它围绕一颗尘矮星运行，这类恒星比我们的太阳稍小，但要稳定得多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它的寿命可达惊人的700亿年。要知道，地球上的生命才进化了40亿年，想象一下，经过700亿年进化后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？恐怕已经进入3级文明和戴森球的领域了。虽然这个世界听起来很完美，我敢肯定你现在就想搬过去，但我必须坦白告诉你，这颗行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，距离地球大约3000光年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今天就出发前往这颗行星，那也需要超过10万年才能到达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拥有足够快的星际旅行载具，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那里。这第2颗是 TRAPPIST 系统，它距离我们仅仅39光年，这里就像是生命的避风港，有7颗地球大小的行星紧紧地围绕着它们的恒星运行，其中3颗行星位于宜居带内。科学家于2017年首次发现它们。在过去的5年里，天文学家们每分每秒都在研究这个系统，试图寻找生命。这些行星比地球古老得多，至少有70亿年的进化时间。其中，该恒星的第4颗行星 TRAPPIST-1e 存在生命的概率最大，它比地球略小，具备液态水存在的条件，并且我们认为它可能拥有比地球更浓密的氧气和大气层，这对诞生出生命更为有利。这个系统和我们太阳系有很大不同。行星都在围绕着一颗微小的红矮星运行，这颗恒星的大小与木星差不多，温度也远低于我们的太阳。这意味着行星必须离它很近，就和水星的轨道差不多。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，这些行星可能被它们的恒星潮汐锁定了，一面永远承受着恒星的炙烤，另一面则永远处于冰冻和荒芜之中。在理想条件下，可能在行星上形成一圈狭长的地带，就像地球上的赤道，那里的条件恰好适合生命。想象一下，生活在这类行星上会是什么样子？每颗行星彼此靠得很近，以至于你抬头望向天空就能看到这些巨大的行星在你身边运行。你可以像去不同国家旅游一样，到不同的行星上去度假，而且它距离我们只有39光年以内。也许有一天这真的会实现。第3颗是开普勒452b，这颗行星常被称为地球 2.0。它与地球有着诸多相似之处，我甚至怀疑这就是地球。它围绕一颗类太阳恒星运行，公转周期为384天，只比地球的公转周期长 5%， 这也使得那里的每个月正好是32天。不过这是一颗超级地球，它比地球大 50%， 这意味着上面有更多的陆地以及更多的水资源，看起来确实不错，但也存在一些缺点。它虽然只比地球大 50%， 但质量却是地球的5倍，这意味着其表面的重力将是地球的2倍，因此每个人的体重也会是地球上的2倍，而且它的恒星比我们的太阳还要老一些。类太阳恒星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更活跃，结果就是这颗行星可能正在接收过多的辐射，导致行星缓慢升温，最终可能导致温室效应。这可能使这颗行星变得不像地球而更像金星，从而彻底消灭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。第4颗是开普勒22b，距离地球600光年，位于遥远的天鹅座中，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意思的超级地球之一。这颗行星也困扰了天文学家们很多年，它的轨道位于宜居带内。最新的观测表明，这颗行星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水世界，就像电影《星际穿越》中的米勒行星那样，巨大的海洋覆盖着数百公里深的岩石内核，生命有可能在这片海洋的深处进化，孕育出只在梦境中才会出现的奇特鱼类。如果人类真能穿越银河系去拜访开普勒22b，我相信我们定会大吃一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想搬到哪颗行星上去呢？